这种进攻我们没有见到，是第一次。马来西亚悍将一招蛤蟆蹬击倒中国选手铁英华，台下的老外欢呼尖叫，兴奋得不得了。结果铁英华一脚将艾迪踢入梦乡。这就是一个高变腿，高变腿漂亮！铁英华在第三局的关键时刻迎击一个高变腿。前一秒还在欢呼的老外瞬间表示不敢相信。2013年，小虎铁英华到马来西亚打比赛，年仅19岁的他在国内刚拿下5连胜，可谓是年少成名。赛事方看到他的价值后，直接将铁英华安排到了马来西亚，来迎战马来西亚悍将艾迪。其实铁英华大赛经验并不是特别充足，但稚嫩的他却拥有一腔热血，是要展现中国力量，为国争光。而艾迪可不是一般人，他是马来西亚的民族英雄，人气和地位那是相当的高，其泰拳技术炉火纯青，打法硬朗，擅长出其不意的冷招。26岁的艾迪正是当打之年，无论技术还是经验都比铁英华更胜一筹，再加上还是主场作战，可谓是占尽了优势。但俗话说初生牛犊不怕虎，铁英华可不管你3721，擂台上咱们用拳头说话。比赛开始前，望各位老铁动动手指点个赞，祝大家一夜暴富。接下来让我们直接进入比赛。我是武林风体育评论员宋玉杰。艾迪率先对铁英华发起进攻，其实这场比赛艾迪的压力更大一点，毕竟对战的是中国小将，这要是输了估计要被喷死，所以打法也极其稳健。而铁英华也没有因为年轻就莽打莽撞，打法成熟老练，完全不像一个19岁的少年。其实在赛前 90% 的拳迷都不看好铁英华，艾迪毕竟名声在外，而且还是人家的主场，大家只希望小虎不要输得太难看。艾迪的进攻非常凶猛，但小虎也不是吃素的，接腿后抡起大摆拳就朝脑袋上招呼，艾迪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但身为老将，丰富的擂台经验是他最大的倚仗，快速调整站位，开始对小虎发起反击。铁英华来迎战艾迪，我们这场是一场硬仗。我们通过这个开局来看，今天这个艾迪要比他2年前就是更加硬朗，但是小虎铁英华有他的杀人特点，那么他的特点就是他的出拳的速度很快，有很强的杀伤力和力量。我想在这场比赛里面，铁英华要利用他的拳法来进攻对手。因为这个艾迪呢，他练过泰拳，在马来西亚练过泰拳，他的腿还是很硬。作为一个拳坛新人，今天这场比赛对铁英华来说不仅是考验，同时也是一个机会。若能战胜艾迪，那必将一战封神。所以他的打法也逐渐凶猛了起来，气势汹汹地向对手压境，抓住机会就是一套组合拳猛攻。艾迪一时之间竟处于被压制的状态，只能通过搂抱来化解。再度联手合作，目的想通过这种私人赛来选拔出更优秀的选手。今天这个艾迪也是有边的他比2年前打得更加的油滑和聪明。因为在今天的比赛规则当中，膝是可以上头的。我们刚才看到这个艾迪利用一个膝上头的动作，虽然空了，但是我们感觉到艾迪今天的战术打法要丰富。这是艾迪起腿扫踢，铁英华顺势接腿，然后又是一个下绊，直接把艾迪撂翻在地。毕竟是散打出身，这种截腿摔的本领运用的那是炉火纯青。我们看到小虎铁英华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他的这种杀手锏还没有发挥出来他的威力。那么这种威力是他的拳法。铁英华的压迫性非常强，不断朝着艾迪逼近，然后两人就开始了激烈的拼拳换腿，而铁英华的拳头明显更重一些，艾迪被按在绳脚一顿暴揍。这场比赛打得很硬双方打得很硬。第一局比赛时间到了，在第一回合后半段，小虎逐渐发力，密集的进攻打得艾迪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铁英华在我们武林风比赛里面，通过2年来他的进攻的一种秘诀和杀手锏，就在每一场比赛的每一局的最后的10秒钟来紧密对手，来重。比赛很快进入第2回合，铁英华迫不及待向前压境，他知道艾迪腿法犀利，所以铁了心跟对方拼内围。艾迪一时间被打乱了阵脚，
其实铁银华之所以打得这么凶，有2个原因，一是要为国争光，二是客场作战优势必须足够大才能获胜，抓住机会就猛扑艾迪，一顿输出。所以别看小虎年轻，他对局势的分析非常到位，力量比较大，技术说不是那么的细腻在进攻上。而铁银华在第一局比赛里面，他的这个杀手锏拳法还没有发挥出来。之前我们就说过，艾迪这位选手擅长突施冷招，这时他突然用出一招蛤蟆蹬击倒小虎。其实铁银华只是重心不稳滑倒了，可台下的观众却不明所以，发出欢呼尖叫，仿佛铁银华被 KO 了一般。小虎被激怒了，小虎被激怒了，小虎要发出武松打虎的那种狠劲儿。他的现场的观众都在为马来西亚的艾迪呐喊。被激怒的铁银华非常可怕，连续2个后手重拳砸向对手，艾迪差点就被轰出擂台。这才是小虎的杀手锏，一往无前的气势和炮弹般的重拳，看得人热血沸腾。在第一局比赛里面，我们曾经说，马来西亚的艾迪在和2年前吴林峰第一次来到马来西亚金钟峰那场比赛不一样的原因，就是他在今天比赛里面的战术变化丰富了。那么这种丰富表现他的诡秘的战术应用上，尽管他的进攻的比赛路线并不是很细腻。艾迪可是被称为民族英雄的存在，现在却被小虎压着打，面子上多少有点挂不住，于是跃跃欲试，试图发起反攻，结果又被跳膝命中，然后小虎乘胜追击，连续的组合拳击腹打头，艾迪再一次被按在绳脚一顿暴揍。现在铁银华只有主动的进攻，打乱他的这种防守的节奏，你让他占据主动。20 seconds。现在艾迪打得很聪明，我不跟你拼节奏啊，我就是一板一眼的给你。10 seconds。当然，铁银华他这个右膝关节的受伤也或多或少。此时第2回合结束，铁银华就像是猛虎下山一般，凶悍霸道的打法让老将艾迪防不胜防，希望接下来他能够一鼓作气，直接将其 KO。比赛进入第3回合，小虎很清楚自己的优势，铁了心要跟对手打内围，但艾迪的腿法也不是吹的，几个扫踢将小虎逼开，愤怒的小虎直接抡起重拳，劈头盖脸的朝着艾迪砸去。这一顿输出可是把艾迪打得晕头转向，再这么打下去，艾迪怕是要在家门口丢人了。迎战马来西亚的民族英雄艾迪的第3局比赛。通过前2局比赛，在第3局的开局，果然艾迪看似被压制，但寻找机会的能力还是很强的，一个扫踢将小虎击倒，这一脚真是快准狠，这就是老将的经验，小虎还是不能大意啊，否则前2回合积累的优势很可能就此断送。力量完全不一样了。那么要想占据场上的主动，只有把比赛节奏带起来，毕竟这个艾迪的年龄要比铁银华大在体能上铁银华占据一定的优势，这是要把比赛节奏带起来。因为打进第3局，艾迪肯定在体能上是会有所这个下降的。如果你要是一板一眼慢慢打，艾迪的这种体能他就下降的那种明显程度就不是很大。他希望你打着慢节奏，不希望你把比赛节奏带起来。经过短暂的冷静之后，小虎又躁动了起来，快速的移动步伐逼近艾迪内围，抡起拳头就是猛攻猛打。艾迪无奈之下只能搂抱，可小虎早就打红了眼，心里只想着 KO 眼前这个家伙，为国争光。他在比赛当中体现出一个快，一个猛，一个虎劲儿。但是我们看到今天铁银华他虎虎生风的打法。这时艾迪故技重施，又想用蛤蟆蹬攻击小虎，可惜铁银华早有防备，看来这位老将已经到了黔驴技穷的地步。那么在第2局比赛里面，曾经艾迪用过这种技术，使得这个铁银华超人拳弹射起步，紧跟着在搂抱中打出后手摆拳，艾迪被打得晕头转向。此时小虎乘胜追击，一个高扫将艾迪踢翻，直接将其送入梦乡。高
子漂亮，铁银华。通过慢动作回放才发现，这一脚踢了个结结实实，这可把裁判给吓坏了，急忙上前叫醒艾迪，否则这家伙估计能一觉睡到大天亮。而刚刚欢呼尖叫的拳迷，此刻已经鸦雀无声，满脸都是不可置信，他们实在无法接受自己的民族英雄被 KO。 就这样，铁银华在第3回合一记高鞭腿成功 KO 艾迪，拿下比赛胜利，为国争光的同时也证明了自己。让我们为小虎铁银华点赞。